歡迎嚟到懸疑檔案。美國愛荷華州有一個叫做 Irville 嘅地方，呢座只有唔到1000人嘅小鎮，佔地面積1.43平方公里，周圍都係茂盛嘅樹林，同埋大大小小嘅農場。2018年，呢座平靜嘅小鎮發生咗一單命案，由於案情撲朔迷離，所以好快就引起咗民眾嘅關注同埋討論。而家就等我哋先返到2018年，睇下當年到底發生咗乜嘢事。2018年11月10號，39歲嘅 Amy 被發現倒斃喺自己屋企農場嘅工具棚度，佢面部向下咁瞓咗喺地下，背脊仲插住一把農場嘅工具耙。最先發現 Amy 嘅係佢13歲嘅大仔 Tristan， 被嚇呆咗嘅 Tristan 即刻將爸爸 Todd 嗌咗過嚟。Todd 嚟到咗工具棚之後，第一時間就想將 Amy 抱出去，但係 Amy 瞓低嘅地方咁啱堆滿咗雜物，空間非常逼仄。如果要將 Amy 抱出去，就必須先掹咗佢身上嘅工具耙。於是 Todd 毫不猶豫咁掹咗工具耙，將 Amy 抱入咗自己嘅 pickup，等佢瞓喺 Tristan 嘅大髀度，跟住就揸車去醫院。途中 Todd 拎出手機打咗911報警電話，接線員指示 Todd 先將架車停喺路邊，等待救護車嚟，並叫佢幫 Amy 做 CPR 急救。呢個時候 Amy 已經失去咗意識，亦都冇咗呼吸同埋心跳。幾分鐘之後，救護車到達咗現場，並將 Amy 送到醫院進行搶救。可惜 Amy 最終都係不治身亡。之後，警方向 Todd 同埋 Tristan 錄口供，了解成件事嘅來龍去脈。案發當日早晨大約9點半，佢哋3個人喺農場後方嘅豬欄度工作。當時 Tristan 喺度安裝緊電暖爐，為新一批即將到嚟嘅豬仔提供暖氣。Todd 喺度安裝豬欄嘅水喉，而 Amy 就企咗喺條梯度，將天花板嘅燈抹乾淨。Tristan 回憶話，媽媽當時嘅面色有啲蒼白，佢拎住一個裝滿水嘅桶，腳震震咁爬上咗條梯，成個人揈下揈下咁。由於 Amy 喺4日之前啱啱做咗一個小手術，今日係佢第一次踏出屋企，所以 Tristan 就過去幫媽媽扶住條梯，並關心咗佢嘅身體狀況。然而 Amy 就一直堅持自己冇事，跟住就繼續抹燈啦。過咗一陣 Amy 又再次覺得頭暈，於是 Tristan 就建議媽媽停止工作，返間屋度休息。Todd 亦都表達咗相同嘅意見。呢一次 Amy 決定聽從兩父子嘅建議，佢慢慢喺條梯度爬咗落嚟，準備返間屋度休息。呢個時候 Todd 隨口講咗一句，叫 Amy 喺返去間屋嘅路上，順便去到紅色嘅工具棚度，將貓籠拎出嚟，並將啲貓運入去，因為佢陣間要啟動大型嘅機器，驚唔傷咗啲貓。Todd 仲補充話，如果 Amy 唔舒服嘅話，佢可以陣間自己去拎。之後 Todd 父子就繼續留喺豬欄度工作。大約1個半鐘之後，佢哋返到咗辦公室。Todd 望出窗外，發現 Amy 並冇將貓籠放喺指定嘅地方。佢以為可能係貓籠放得太高， Amy 冇辦法拎落嚟，所以就叫 Tristan 去到紅棚睇下媽媽乜嘢事。估唔到 Tristan 就見到咗令佢畢生難忘嘅一幕。至於點解 Amy 會出事， Todd 表示自己亦都唔清楚。佢猜測或者係因為妻子突然之間感到頭暈，所以先至會意外咁搭咗喺工具耙度。幾日之後，驗屍結果出爐， Amy 嘅嘴唇上邊有一道小小嘅傷痕，面部、雙手同埋膝頭哥都有擦傷。呢啲傷痕有可能係掙扎或者係反抗而造成噶。最詭異嘅係 Amy 嘅背脊有6個窿，而喺現場發現嘅工具耙就係4個爪噶。另外呢6個窿係由2個唔同嘅方向吉入去噶，講明 Amy 至少被工具耙吉咗2次，甚至係3次。法醫認為，如果 Amy 係意外跌親，被工具耙吉傷嘅話，冇可能會出現6個傷口，除非 Amy 跌親之後自己將工具耙掹咗出嚟，跟住又再唔小心搭咗喺工具耙度。不過發生呢種狀況嘅幾率非常之低，所以法醫認為 Amy 嘅死亡唔係意外，而係謀殺。通常妻子遇害，丈夫一定係警方嘅第一個懷疑對象。於是警方即刻對 Todd 展開咗調查。
Todd 同 Amy 於2004年結婚，並誕下咗3個仔女，一家5口都喺農場度生活。Todd 嘅農場好大，除咗種植農作物之外，仲有2個同足球場一樣大嘅豬欄。為咗更好咁管理農場，Todd 喺農場度設立咗一個辦公室，並聘請咗員工負責處理農場嘅各種事務。Todd 嘅性格比較沉悶，平時亦都唔多嘢講，佢將成副心機都放咗喺經營農場度。就算係假日，佢亦都會選擇留喺屋企，好少出門。而 Amy 嘅性格就比較熱情開朗，佢中意參加社交活動，認識新嘅朋友，所以佢決定離開農場，並喺附近嘅醫院度揾到咗一份護士嘅工作。而 Todd 亦都非常支持妻子嘅決定，但係 Amy 就喺5年前突然之間向醫院辭職，返到咗農場工作。Todd 表示 Amy 會選擇回歸農場，係因為想要花多啲時間陪伴屋企人。而 Amy 嘅朋友就表示，佢之所以會回歸農場，係因為佢別無選擇。原來 Amy 喺醫院工作嘅時候，曾經同同事有過一段婚外情。Todd 知道妻子出軌之後，佢既嬲又傷心，並完全失去咗對 Amy 嘅信任。佢哋因為呢件事嘈咗一段時間，最後都係決定要參加婚姻輔導，嘗試挽回呢段婚姻。為咗表示誠意，Amy 答應咗 Todd 嘅要求，辭職返到農場，徹底咁同出軌對象劃清界線。自此之後，無論 Amy 認識咗乜嘢新朋友，都必須要俾丈夫知道。如果 Amy 要出門嘅話，亦都必須提前話俾丈夫知，自己會去邊度，同邊個出去，同埋幾點返嚟等。Amy 曾經同朋友抱怨過，佢覺得自己就好似係一個囚犯，時時刻刻都俾人監視住，完全失去咗自由。但係當警方問起 Todd 佢哋兩夫妻嘅感情狀況嗰陣，Todd 就表示佢哋嘅感情好好，並冇遇到乜嘢問題。不過警方好快就發現到 Amy 喺幾個月之前又再次出軌啦。2018年7月，Todd 喺 check 電話單嘅時候，發現咗 Amy 同一個叫做 Jerry 嘅男人有住異常緊密嘅聯繫。Jerry 已經結婚，有2個仔女，佢係農場嘅經理，平時負責管理農場嘅大小事務。而 Amy 就係農場嘅會計，喺工作上難免會同 Jerry 有聯繫，但係佢哋喺咁短嘅時間入邊，竟然互相 send 咗128封短信。雖然 Todd 睇唔到短信嘅內容，不過佢知道佢哋之間嘅關係一定唔簡單。於是 Todd 就揾嚟咗 Jerry 對質。Jerry 堅決表示佢同 Amy 係清白噶，嗰啲短信大部分都係喺度傾公事，其他嘅短信就係傾咗一啲小朋友嘅事。不過 Todd 並唔死心，佢甚至仲去到咗 Jerry 嘅屋企度大吵大鬧。最後喺 Jerry 嘅妻子再三咁向佢確認自己嘅丈夫冇出軌之後，Todd 先至願意罷休。事實上 Todd 嘅直覺並冇錯， Amy 同 Jerry 真係有路。從2018年5月開始，佢哋就開始咗曖昧嘅關係，跟住再發展成戀人嘅關係。佢哋經常喺農場嘅細房、偏僻嘅小路同埋附近嘅旅館度偷情。隨住時間嘅推移， Amy 真係對 Jerry 動咗真情，佢深深咁陷入咗呢段感情，無法自拔。Amy 甚至仲計劃要同 Todd 離婚，轉而同 Jerry 共諧連理。但係 Jerry 對 Amy 嘅感情只係逢場作戲，雙方都唔需要被任何嘅承諾約束，佢只係享受偷情嘅刺激感，所以從來都冇打算要同妻子離婚。案件發展到呢個地步，警方猜測會唔會係因為 Jerry 冇辦法再忍受 Amy 逼佢離婚，所以就索性解決咗佢呢？於是佢哋即刻揾嚟咗 Jerry 問話。Jerry 承認咗自己同 Amy 嘅婚外情，但係就否認自己殺咗 Amy。佢仲向警方提供咗不在場證據。案發當日 Jerry 並唔喺農場，而係喺自己嘅屋企度。佢嘅仔可以幫佢做證。佢嘅屋企位於 Anamosa， 距離農場大約45分鐘嘅車程。Jerry 讀緊大學嘅仔亦都表示，佢成日都同爸爸一齊。佢哋當日仲去咗學校睇橄欖球比賽。警方調查咗 Jerry 嘅手機定位記錄，發現佢喺案發當日早晨10點45分、11點45分
同埋12:45呢3個時間點，佢都身在 Anamosa， 咁亦都對應咗 Jerry 嘅口供，加上佢嘅仔同埋學校其他目擊者嘅口供，警方認為 Jerry 嘅不在場證據係可信嘅，所以就排除咗佢嘅嫌疑。與此同時，警方亦都喺 Jerry 嘅口中知道咗一個重要嘅信息。Amy 曾經同佢講過，如果 Todd 知道咗我哋嘅婚外情，我將會消失。另外， Amy 嘅朋友亦都話俾警方知，當 Amy 知道 Todd 懷疑佢再次出軌嘅時候，佢非常之驚。佢一時覺得自己可以同丈夫解釋一切都係謠言，一時又覺得不如直接同丈夫提出離婚。但係佢最終都係唔敢俾 Todd 知道佢有離婚嘅諗法，因為 Todd 一定會殺咗佢。警方猜測 Todd 一直唔願意同 Amy 離婚嘅原因，好有可能係因為錢，因為雙方一旦離婚， Todd 就必須將所有嘅財產都分一半俾 Amy， 再加埋贍養費同埋仔女嘅撫養費等，對佢嚟講係好大嘅損失，而呢個好有可能就係佢嘅作案動機。不過單憑作案動機並唔可以將 Todd 定罪，警方就必須揾到更多嘅證據。於是佢哋再次返到咗農場搜證，呢一次佢哋發現農場有安裝閉路電視，其中2部可以影到紅棚出邊嘅周圍環境。巧合嘅係，閉路電視喺案發前嘅2個禮拜開始就冇再影到任何畫面，但係其中1部閉路電視就喺案發嘅第2日恢復咗運作，睇起嚟好似係有人故意刪除咗影片。除此之外，警方亦都喺 Todd 嘅 iPad 度發現咗可疑嘅搜尋記錄，包括出軌嘅人有乜嘢下場、殺戮嘅快感同埋殺死不忠嘅女人等。呢啲證據都令警方認為 Todd 有重大嘅作案嫌疑，所以就喺2019年2月以1級謀殺嘅罪名逮捕咗佢。2019年9月，本案正式開審。Todd 喺庭上否認咗控罪，為咗證明自己嘅清白，佢選擇坐喺證人欄度接受控辯雙方嘅盤問。控方質問 Todd 點解發現 Amy 出事之後唔係第一時間打911報警電話，而係擅自將工具爬掹出嚟，喺去醫院嘅途中先至打電話報警。咁樣唔單止破壞咗案發現場，仲可能耽誤咗 Amy 嘅治療時間。Todd 表示佢當下只係想捉緊時間救 Amy， 盡快將佢送到醫院。之後控方喺庭上播放咗一段 Todd 打911報警電話嗰陣嘅錄音。喺成段錄音度有一段背景聲嘈雜、模糊不清嘅聲音。控方指出 Todd 喺嗰個時候細細聲咁話：去死啦，出軌嘅賤人。Todd 即刻否認咗自己曾經講過呢句說話。而陪審團亦都認為呢段錄音存在住爭議，因為有陪審員認為 Todd 真係講咗嗰句說話，亦都有陪審員根本就聽唔清楚 Todd 喺度講緊啲乜嘢，所以呢段錄音最後並冇被作為參考。針對閉路電視嘅問題， Todd 俾出嘅解釋係佢喺農場度養咗好幾隻貓，可能係啲貓爬上窗口嘅時候唔小心將天線撞跌咗。案發之後嘅第2日，佢嘅屋企人建議佢去 check 下閉路電視有冇影到啲乜嘢，佢亦都係嗰個時候先至發現天線被撞跌咗，所以就順手將天線擺翻原位。佢亦都唔知道閉路電視到底停止運作咗幾耐。至於 iPad 上邊嘅詭異搜尋記錄， Todd 否認自己曾經搜尋過呢啲關鍵字，並表示嗰部 iPad 係全家人共用㗎。辯方律師亦都指出， iPad 上亦都出現咗一啲喺 Pinterest 度搜尋婚紗嘅記錄，呢個好明顯就唔係 Todd 搜尋㗎。事實上，控方由始至終都冇掌握到任何可以直接證明 Todd 就係兇手嘅物理證據，而 Todd 本身亦都擁有不在場證據，仔仔 Tristan 就係佢最有力嘅時間證人。然而，當 Tristan 出庭作證嘅時候，控方揾到咗案件嘅突破口。控方不斷追問 Tristan， 案發當日 Todd 係咪全程都冇離開過佢嘅視線範圍，就連1秒鐘都冇。呢個時候 Tristan 先至表示，佢當日曾經離開過豬欄，去到辦公室飲水，成個過程大約只係用咗幾分鐘。
不過 Tristan 亦都證實 Todd 成個早晨都冇換過衫，而佢嘅身上亦都冇任何嘅血跡。喺結案陳詞嘅時候，控方表示 Tristan 嘅證詞證實咗 Todd 喺案發當日並冇有力嘅不在場證據，而佢殺害 Amy 嘅動機除咗係唔甘心被戴綠帽之外，仲係因為唔想妻子喺離婚之後分咗佢一半嘅身家，所以先至會狠下毒手。辯方表示，控方並冇任何確鑿嘅證據可以證明 Todd 有罪，甚至可以話係完全冇證據，所以 Todd 應該被判無罪。陪審團喺經過咗7個鐘頭嘅討論之後，做出咗裁決，最終 Todd 被控1級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直到而家 Todd 依然堅稱自己係無辜㗎，並換咗另一批律師團隊幫佢進行上訴。